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具有怎样的优势，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印度光辉战机能否与中巴 JF-17枭龙战机一较高下？最终阿根廷将作何选择？我们都知道，此前阿根廷要买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并且计划一口气要买12架来壮大本国空军的实力，并且为此，阿根廷还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此来评估 JF-17枭龙战机是否适合作为该国空军的下一代战机。因此，从外界看来，阿根廷购买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两国的联系，使两国的合作更加紧密。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印度在看到阿根廷决定购买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后，就感到十分眼红，并且想要与中国进行竞争，从中国手上抢下这笔出口订单。对此，近日有消息指出，印度为了争夺战机出口订单，同意为光辉战机整合俄制或美制弹射座椅，以规避英国的干预。此外，据军事新闻网站报道，包括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内的阿根廷空军代表团已前往中国，对 JF-17枭龙战机的性能进行评估，接着将赶赴丹麦检查该国即将退役的 F-16AB MLU 机队，最后还可能访问印度，确认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光辉战机是否适合阿根廷。此外，据消息称，为了避免英国出手干预军售案，此前，中国就决定将 JF-17枭龙战机上由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弹射座椅换成了中国自己生产的弹射座椅，这就不会被英国卡脖子，以便可以推进 JF-17枭龙战机的军售案可以正常进行。中国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底气，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生产的战机已经完全拥有了自己的弹射座椅，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且在性能上完全不逊于英国的弹射座椅，这就为中国与阿根廷达成关于 JF-17枭龙战机的军售案扫清了障碍。然而，印度正是看到中国将 JF-17枭龙战机的英制马丁贝克公司弹射座椅改为中航工业航宇救生装备公司的 HTY5 弹射座椅后，就表示要与中国进行竞争。这就是印度计划将俄制 K36DM 或美制 ACES-2 弹射座椅整合到阿根廷版本的光辉战机上，以取代目前的英国马丁贝克 IN-16G 弹射座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凸显自己执意要和中国竞争这笔外贸订单的决心，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此外，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总裁马德万透露，印度希望阿根廷可以采购光辉 Mk1A 战机，便承诺将为阿根廷空军带来质的提升。那么，印度的光辉战机是怎样的一款战机？有怎样的性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据悉，印度光辉战斗机是由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开发的轻型战斗机，开发项目源于印度的轻型战斗机计划，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为满足印度空军需要研制的单座单发轻型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攻击机，主要任务是争夺制空权、近距支援，是印度自行研制的第一种高性能战斗机。印度提出其作为战斗能力必须要优于美国的 F-20光辉战机的项目，是由印度政府1983年提出的，作为米格21的后继机。1988年底完成任务规划，1990年完成初试设计，因此其也成为印度首款国产战机。据悉，目前印度空军已经订购了83架光辉 Mk1A 型战斗机，与基础型的光辉战机相比，光辉 Mk1A 型进行了许多改进，换装了以色列生产的 ELM2052有源相控阵雷达，火控系统经过升级，可以发射布拉莫斯 NG 反舰导弹、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此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将光辉 Mk1A 定义为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与苏35、歼 10C 阵风战斗机处于同一时代。光辉 Mk1A 战斗机的出口价格为4200万美元，但是不包含配套武器与培训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光辉战机的部件来源十分广泛，由于自己本国的能力不足，就大量从国外购买零部件，其中就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和以色列。而这些零部件包括弹射座椅、空中加油管、雷达罩等。这就是印度的光辉战机呈现出了万国造的特点。
因此，如果印度要将光辉战机进行出口的话，就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就包括英国会对印度进行卡脖子，不为其提供弹射座椅。这时，印度要出口光辉战机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印度光辉战机有如此多的零部件供应商，这就是印度如果要出口光辉战机，就必须要获得这些国家的批准才能出售给出口客户。这就是印度不仅向阿根廷销售产品，而且向任何其他国家销售产品都变得复杂起来。此外，与其使用有关的所有武器和系统都是另一个来源，几乎全部由以色列生产。这意味着这需要与以色列公司谈判一项单独的合同。值得一提的是，据巴基斯坦军事专家拉萨指出，目前仅有印度空军采购光辉战机，且已服役的数量不多。但是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已服役10年以上，并生产超过100架，相对更容易受到国际客户的信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印度想要出口光辉战机就有十分大的难度，而且很难具有优势。这就使印度难以与中巴联合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进行竞争。这主要是由于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具有相当成熟的技术，而且有全套的配套，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此外，由于 JF-17枭龙战机有着较突出的中低空和高压音速机动作战能力，能够较好的截击和对地攻击能力，较大的航程、留空时间和作战半径，优良的短距起降特性和较强的武器挂载能力，并且在世界上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力，使得多国都有意竞相购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比印度的光辉战机更加具有优势，且将具有更大的威力，这对于阿根廷来说也将会是更好的选择。不过，据西班牙军事新闻网站指出，除了 JF-17枭龙战机之外，目前阿根廷空军下一代战机标案的竞争者还包括俄罗斯 MiG-35、丹麦皇家空军的二手 F-16AB MLU、印度光辉等战机，其中 JF-17枭龙战机和俄罗斯 MiG-35的呼声最高。不过，在当前俄乌战争和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的影响下，JF-17枭龙战机将是最好的选择。就算印度想要与中国进行竞争，以此来大力推销自己的光辉战机，但是很可能是印度的自不量力，因为印度的光辉战机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中巴研制的 JF-17枭龙战机进行对抗，这也完全没有可比性。因此，最后阿根廷还是会选择购买中巴 JF-17枭龙战机，以此来使本国空军的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阿根廷来说也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